回主母，账本清算完毕了。你倒是个眼亮的，府里多少人盯着这本账，都只敢装聋作哑，偏你敢动手补决。奴婢只是按时梳理账目，不敢耽误府中政事。你倒是伶牙俐齿，看你这般殷勤，是想来我身边做事？主子掌家自有分寸，奴婢身份低微，只懂做好分内差事。安分懂事又有眼力，留在粗使房当差倒是屈才了。先下去吧，往后机灵些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是，奴婢记下了。识时务的奴才才活得长久。是啊，识时务的奴才才能活得长久。温秀娘奉命核查府中物资与账务，连日辛劳，辛苦你了。账目可都核对完毕了。主母，账目已然查清，只是下官在核对官银流转、物资置换时，发现多处蹊跷，大批官银莫名外流，府中上等绸缎贡品被暗中调换，追查去向，皆指向外戚一脉。哦，你的意思是，我永宁侯府有人私吞官银，勾结外戚？物资清单全部在此，笔笔有据。此事事关侯府律法，下官不敢隐瞒。温玉茹，你手艺精湛，府里人人称道。我本打算重重赏，留你做领头镜人，可你偏偏不长眼，非要去查不该查的事。主母，官银乃是朝廷之物，私吞乃是灭门大罪，下官据实禀报，错之有。错就错在你知道了太多秘密，这侯府的天不是你能窥探的。来人，把他拖下去处理干净。主母，你不能这样，我只是秉公办事，你就不怕事情败露吗？败露？整个侯府都是我说了算，你不过是贱命一条。温大舅娘，往日风光无限，如今落得这般田地，滋味不好受吧？甭管事，不撞破主府的事，自知难逃一死。可你我同在侯府当差多年，也算有几分同业情分。求你高抬贵手，留我一条性命，我立刻离开侯府，此生绝不步入京城半步。情分，在这侯府里，权势才是活命的根本。主母亲口下令，要你彻底消失。我若是敢徇私，下一个躺在这里的人就是我。我不求富贵，只求活下去。我家中还有年幼女儿，无人照看，求你可怜可怜孩子，放过我吧！主母有令，速速处理。还有绣房里今日所有听过温玉茹提及账目的匠人，一个都别留下，斩草除根，永绝后患。我和诸位共事多年，实在不忍对你们痛下杀手。可你们都听见了温玉茹的风言风语，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。主母心善，不想多造杀孽，但留着你们始终是祸患。今日你们就陪着温玉茹一起去吧，别怪我狠心，要怪就只能怪温玉茹牵连了你们。娘该忙完活计了，我带了温热的点心，正好陪娘一同回家。那是娘的文牌，绣坊匠人每人仅有1枚，独一无二。难道娘出事了？母亲！怎么会？母亲，怎么会这样？哪里来的野丫头，竟敢私闯此处，还不赶快滚！是你对不对？是你害死了我娘。我娘安分守己，兢兢业业为侯府效力，你们为何要痛下杀手？小丫头片子，也敢在这里胡言乱语！你身份低微，连为你娘发声的资格都没有。你们草菅人命，就不怕天理昭彰吗？天理？笑话！在这永宁侯府，主母的话就是天理。你这丫头片子，再敢胡搅蛮缠，信不信我连你一同处置了？不能在这里和他纠缠下去，我不能死，我要活下去，我一定要活下去。我要留在侯府，查清所有罪证，为娘洗刷冤屈，让这些恶人付出代价。账房一事，你做的倒是不错。从今日起，你调入内院当差，归内院统一管束，来我身边做事。主母英明，这丫鬟心思缜密，调入内院确实合适。奴才稍后就去安排住处与差事。谢主母提携，奴婢定当尽心做事。去吧，内院规矩繁多，好生恪守，莫要行差踏错。进了内院就记住自己的身份，少耍些什么小聪明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。安分干活还能讨口饭，否则
有你苦头吃。多谢冯管事，奴婢知晓了。5年了，我终于踏入了内院，离仇人又更近一步。苏婉清、冯管事，你们欠下的血债，我会一笔一笔慢慢讨要。内院的活可不比粗使房轻松。你初来乍到，别的活也轮不上你，你就去做点杂活。喏，这些衣物今日必须全部浆洗干净。还有，这院内10几间厢房的地面都得由你清扫干净，水缸也得全部挑满。日落之前要是做不完，今晚你可就别想歇息了。奴婢明白。我瞧你这丫头心思不浅，提醒你一句，既然来了内院，就安分守己一点，别四处窥探，不然我有的是法子整治你。冯管家，您多言了，奴婢只懂干活，不敢多管闲事。哼，算你识相。故意刁难我，无非就是想逼我出错，好让苏婉清把我再调回去。算盘打得倒是响，可惜就是人太蠢，心思都写在了脸上。这点辛苦，比起当年母亲所受的苦难，根本不值一提。3日后便是老夫人60大寿，府中旁支一众妇人都盯着我们，想借着寿宴抢风头。我要你们做一件独一无二的绣制配饰，寓意福寿双全，既要精致，又得压得住场面，明白吗？奴才明白。主母放心，奴才定然筹备出最好的贺礼，定能让主母在寿宴上拔得头筹。好，此事就交由你全权打理。若是办得漂亮，自有重赏。绝不负主母所托。魏师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不干活在这里磨蹭什么？刚来还没几天，就学会偷懒了。这好绣工，这般技艺，整个侯府绣坊都无人能及。此物若是献给主母，寿宴之上必定大放异彩。到时候我升职掌家绣坊，岂不是指日可待？这东西是你的？是，这是奴婢自己绣的。算你运气好，做的东西入了我的眼。这东西我拿走了，好好干活，往后少不了你的好处。你这件绣饰做工倒是精妙，寓意也吉祥。婉清有心了，这些日子你将府中诸事打理得相当妥当，如今连贺礼都这般出彩，着实是难得。侯爷和老夫人喜欢就好，这都是婉清的分内之事。这绣饰可是我精心筹备献给主母的，主母风光，我也跟着沾光。瞧着主母这般高兴，冯管事，您怕是马上就要升职了。是啊，管事您能力强，主母又信任您。掌绣坊的事情定是板上钉钉了。哎，等等，你们仔细看这纹样，主体虽是福寿纹，可边角缠绕的纹路乃是皇室宗戚专属纹样，寻常侯府主母是万万用不得此等纹的，这可是实打实的僭越呀！没错，我年少时在宫中见过同款纹路，定然不会看错，这就是皇室宗亲专用的纹路。私用皇室纹饰乃是皇家大忌。这位侯府主母，行事未免太过张扬大胆了。怎么回事？他们为何频频看我？回主母，他们都在议论您颈间绣饰的纹样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好好的寿宴，怎么人人都在议论绣饰？那纹样难道有问题？甭管事，纹样也分主次。这绣饰明面上是福寿双全，边角却暗藏皇室纹饰。皇家礼制森严，侯府主母佩戴此纹是妥妥的僭越。完了，这下完了！我只当是顾着绣工精美，竟没留意纹样，这彻底坏事了。不对，温玉芝，是你害我！冯管事，话怎么能这么说？这绣饰不是你进献给祖母的吗？老夫人，今日寿宴之上发生的事，儿媳听闻之后实在是忧心。主母身为侯府长家之人，行事理应恪守规矩，平日里主母也是这般约束我们的。可如今主母却公然使用僭越纹样，若是被有心之人闹大，传到了官府，恐怕会给侯府招来灭顶的祸患。是啊，老夫人，如今府中上下都议论纷纷，宴会人多眼杂，怕是不少外人也听闻了此事。主母这般行事，若不惩治，实在难以服众，也难堪掌家重任。礼制不可废，规矩不可违。今日之事闹得满城风雨，
你就先回自己院落闭门自省一下。府中琐事，暂且搁置一段时间吧。是，妾身谨遵侯爷吩咐。都是这个废物，办事不力，还害我当众受辱，颜面尽失。闭门自省这么些日子，狐狸精还不知道要怎么勾引侯爷。废物，一点小事都做不好，留着他还有什么用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这是你做的绣品？我知道了，你暗藏陷阱，故意害我是不是？说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我安的什么心？那我便告诉你，我不仅知晓绣品纹样的玄机，还知道5年前侯府绣房匠人温玉茹被你亲手灭口，你在柴房行凶，还屠戮了知情的匠人，亲自清运遗体，桩桩件件你都参与其中，你难道忘了吗？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当年之事早已了结，你从何处听来的谣言，竟想冤枉于我？是不是谣言，你心中最清楚不过。冯管事，当年的血债，你以为能瞒一辈子？亏心事做多了，别连自己也一起骗了。杀人偿命，血债血偿，天经地义的事，不是吗？你到底是谁？你和温玉茹是什么关系？我知道了，你就是当年温玉茹那个小丫头，对吧？没想到啊，你居然还活着，还敢潜回侯府来伺机报复，你还真是和你娘一模一样，不自量力。就算你揭穿了这事又如何？主母在侯府根基深厚，权势滔天，杀人不过是点个头的事情。你孤身一人，无依无靠，还是个小小的奴婢，你凭什么撼动我们？你拿什么撼动我们？不过是以卵击石罢了，费心费力，最后也只会落得和你娘一样的下场。你知道吗？我蛰伏了整整5年，这5年里，我比你更熟悉侯府，更熟悉苏婉清，更何况我从来不是孤身一人。苏婉清掌家多年是不错，可她苛待下人，克扣月例，构陷旁支，贪墨银钱，府中被她欺压蒙冤的下人旁支族人数不胜数。这些人，他们一直都在暗中窥伺着，等待一个时机。他们早就暗中结盟，人人手中都或多或少握着苏婉清贪腐作恶的证据。大家隐忍多年，只是想等一个合适的时机，联手揭发罪行。你以为我只是一个普通丫鬟？我身后是整个侯府被压迫的人。冯管事，临死之前，你不如好好想想，你身边有哪些是我们的人？侯府家法，主子权势摆在眼前，你们的证据根本摆不到主母面前，他杀你们就跟踩死一只蚂蚁一般，你们又能如何？侯府有侯府的家法，作恶害命，羁押徒从堆着，哪怕是主母也不例外。你当年奉命行凶，残害多条人命，罪无可赦，今日便是你还债之时。滚！你们敢动我？我是主母身边的管事，谁敢以下犯上？你构陷主母，我正是奉主母之命诛你。来人，带走！滚！你们这群贱奴！冯管事死了，下一个该轮到苏婉清了。当年母亲的死是他下的令，冯管事也是他一手提拔的。若非如此，冯管事这些年也不会如此猖狂。苏婉清嚣张跋扈，草芥人命，如今也是时候让他尝尝代价。冯管事总算被按家法处置了，往日天天被他刁难，克扣月例，这下总算能踏实干活了。可不是嘛，他跟着主母作恶多年，欺压多少人，如今落到这般下场，都是自作自受。听说这事儿和近来风头很盛的那位新来丫鬟有关，看着安分，做事却有章法。不管是谁出的头，往后咱们底层人也能少受些委屈。孩子，我与你母亲温玉茹相交多年，她为人和善，手艺卓绝，当年惨遭横祸，我一直痛心不已。我知晓你隐忍多年，一路步步维艰，可侯府规矩森严，你往后行事千万谨慎，莫要轻易涉险。放心，我会全力助你行事。你母亲当年与我有提携之恩，这份恩情我一直记在心里的。有需要我的地方，尽管给我传消息。这些账册记录了3年来绣坊银钱物资外流明细，每一处标记都是主母私吞的实证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些记录，便能补上证据的缺口。只是这些账册记载的东西都格外凶险，一旦泄露，你一定会受到牵连。我早就无所惧怕了。当年没能护住你母亲，我一直耿耿于怀。如今你既然要为你母亲报仇，有什么动静，我第一时间派人告诉你。多谢你，苏执事，待我母亲冤案昭雪之日，我定会报答你的相助之情。这位大人可是前来查看绣坊事务？
此处丝线采购账目数目偏大，为何与库房存数量对不上？多出的物资按惯例分流至各院知县房，每一笔流转都有副业登记，就在账册最后几页。绣房人手调配、工钱发放也是由你核对。奴婢只协助梳理基础账目，人事与月例发放由管事统一管辖，我只做记录备案。不错，账目条理清晰，做事也沉稳。绣坊近来风波不断，你可听闻院内流言？奴婢一心打理账目，极少听闻闲言，不敢随意打探院内州事。绣坊账目繁杂，寻常丫头难以梳理清楚。看你年纪不大，做起差事倒是一丝不苟。在绣坊当差多久了？奴婢调入内院时日不长，奉主母之命协助核对账目，只是尽心做好分内之事罢了。府中下人见到生人，大多慌张讨好，你倒是镇定得很，就不怕我是来问责的？行得正，坐得端，账目清晰，便无惧问卷。大人若无其他吩咐，奴婢继续核对账目，先行告退。帕子不见了，方才还在袖中，想必是行路时滑落。账房内已有来客，贸然腿返会显得失礼，先暂且作罢，之后再寻机会回来寻找。若是被旁人捡走，倒也无妨。纹样只是寻常练手样式，不会暴露底细。传令全府，各日举办绣品甄选大会，全府绣娘擅长女华的下人尽数参与，以这方帕子的纹样为参照，绣制同款纹样参详。我要找出这帕子的主人。吩咐下去，甄选大会到时候设一个比对环节，一来能寻到帕子主人，二来也趁机查验一下全府绣工水准。还有，暗中叮嘱主事之人，密切留意每位参赛者的针法，不要放过任何细节。府中传来消息，侯爷要举办绣品甄选，比对纹样寻人。看来你那一面给他的印象很深刻，你打算借此机会出手？将计就计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我会亲自绣制参评作品，以独家绣艺惊艳全场，让侯爷正式注意到我。只要获得侯爷的倚重，苏婉清的势力便会逐步松动，我们翻案夺权的路就能往前再走一大步。对了，苏婉清现在依旧闭门不出，但她的心腹还在四处巡查，专门盯着绣坊动静。你千万不要过早揽入独门针法，免得他针对你。我心中有数，初赛时我会先用普通针法应对，待到决赛再亮出真本事，循序渐进，就不会引人猜忌。甄选现场人多眼杂，我会安排可靠之人守在周边，替你留意动静。好，有你相助，我也安心不少。这一步一旦走了出去，往后的路便再也无法回头了。不必顾虑，我们早就是同舟共济的关系了。你只管抓住这次机会，一步步往上爬，我们都会帮你的。温雨之，这绣卷上的数字分明是近3月的账目，你以为几根破线遮住这么明显的东西？这里是内宅，不是让你卖弄下贱手段的地势。你竟敢夹带核算图妄议侯府！来人，把这贱婢按下，动用家法！奴婢只是将真实账目呈交主府过目，并无卖弄手段的心思。还敢狡辩，愣着干什么？动手！住手！大庭广众滥用私刑，成何体统？侯爷，这丫头暗藏账目，挑拨内务，查账自有管事的来处理。她一个婢女，私藏账目是越权生事，我只是在立规矩。400两的差价，3000斤的木炭，一个丫鬟能看出来的东西，你一个掌家主母却看不见。这账目把几个月的烂账梳理得清清楚楚，你是装作看不见。家训有云，当重赏。你账目繁杂还要动用私刑，这是你的规矩。侯爷，账目浩如烟海，偶有疏漏在所难免，他是在刻意扭曲事实。是你，你是那个在账房核算绣坊账目的丫鬟，倒是叫我好找。他们都说你本分，原来你的本分就是用针线算账。算盘只能在账房打，针线却能呈到主子面前。奴婢不忍看侯爷受蒙蔽，基业受损。婉清，今日起你回正院反省，无我命令不得插手账务。妾身遵命。跟我走。传话，温雨之合账有功，脱离粗使级，抬为通房丫头，赐居清辉阁。侯爷，族谱上他的籍气可还是个将奴，宗祠长老若问起来，应该如何交代？他身份低贱，怎可直接赐居清辉阁？这是乱了尊卑啊！那就把他的籍气烧了。我需要的是能帮我守住银库的人，不是能在宗祠里背诵家谱的废物。这侯府里我就是规矩，我看重的是他的能力。你若再多言，不如尽早交出掌家印玺。我瞧你这大厅的核算图只写了内宅，那这外面的田庄，你可有看出什么门道？若是账务不对，庄头一口咬定是天灾大旱，收成不行，对不上账，连地方官府的折子都替他们背书，你该如何查？西郊田庄土地最肥，租金却与东庄持平，制面写欠收，但采买记录显示西郊每月送来大量上等河鲜。若真有大旱，河道干涸，这些活水鱼糜从何而来？天灾是借口，
勾结官府瞒报才是实情。你连厨房每日采买运河咸虾的单子都翻过了。水枯则鱼死，不需要看官府的折子，看厨房的鱼盆就知道有没有旱灾。继续说。光头两头吃力，用少量产出贿赂内宅管事，换取欠收平定，私吞租金。侯爷只需派人核查实际摩擦，拿运河水文图与他们对，这谎言便不攻自破。不错，一针见血。那府中的老账房不敢挑明，你的脑子比那群幕僚更有用。你尽管放手去查，我倒要看看这侯府还能查出多少蛀虫。你为何对一只手反应如此剧烈？难道粗使房的管事平时还打你？粗使房的棍子只留淤伤，内院的棍子却会要人命。做奴婢的必须在主子翻脸前先盯紧他们的手。竟有此事？别怕，我不会强迫你。你若不愿我不碰你，我给你时间。一个小小的通房丫头，侯爷竟让她住进给我预备的清辉阁。今天是清辉阁，明日她是不是就要踩在我的头上拨算盘了？想靠贱婢查我的账？这侯府里最看重血脉门第的可不是我。去把温雨之查账的消息透给林姨娘，就说那个绛卢的女儿放话，嫌东央的用度太奢侈，准备削减他们这些贵族世家的月令。是，主母。消息你都知道了吧？给朱娘一个粗使丫头爬了床，还把持清辉阁查各院账目，简直是笑话！什么规矩礼仪，全都乱了套路。她昨日连我的面子都不顾，更别说你们，怕是明日就该查到你们东院的头上。那个绛卢出身的贱婢也该查账，我外祖父可是当朝阁老，一个洗地劈菜的贱种来查我娘娘的银钱。侯爷说他的脑子比我们这些世家血脉都管用。主母放心，我绝不许这贱种踩在我们头上。这是西院对牌，即日起西院的账务全交由你协理。正式晋封你为温姨娘，只是这印记烫手，只要新政推行，外头那些被断了财路的管事，送礼不成，可就会送刀子。你可想好了？谢侯爷恩典，妾身已经想好了。只要账目无懈可击，刀子便落不到妾身头上。妾身只怕侯爷会顶不住宗祠的压力。哦，你这话是何意？什么叫宗祠的压力？侯爷，请跟妾身来。如果将租金改为浮动制，庄头虚报便扣他们的月率，那么这黄豆就代表侯爷亲派的监工，能直接向清辉阁汇报，这样一来就能断绝内宅勾结。只是宗祠那边的人可能会不满。好计谋，你尽管放手去做。至于宗祠那边，放心，本侯倒要看看谁敢唱反调，谁敢中饱私囊。温雨之，你当真是个尊卑不分，一个洗衣服的贱种也敢染指侯府基业！侯爷，您不能被这贱婢迷惑了呀！今日若是交出对牌，那可就是坏了谢家100年的门风。放肆！谁许你硬闯清辉阁？这西院我想给谁就给谁，轮不到你来插手。按照礼法，他连做妾的资格都不配。让他管账，侯爷是要把世家往死里逼呀！姨娘说的不错，血脉不纯，家宅就不宁，商贾同坠，尚且为人不耻，何况是他一介奴隶之身？祖宗礼法，侯府银库都要被讲礼法的人掏空了。去年西院，在你们这些世家贵女手里亏空了5000两。温姨娘若真能找回真金白银，她就有资格管账。侯爷息怒，妾身听闻喧哗，特来查看。林姨娘，侯爷在外操劳，需要温妹妹这样的人算账，你何必非要计较一个名字？林姨娘，侯爷纳妾是为了子嗣，你待智老大闹逼迫侯爷，眼中可有尊卑？温妹妹尽心尽力，你身为东院主事，为何连这点容人之量都没有？主母，明明是你派人传话，说他要削减我的月令，你现在装什么好人？妾身身居主母之位，统管全府内务，行事一向光明磊落，从未私下派人传这种挑拨是非的闲话。林姨娘，你怎能轻信流言，胡乱攀倒？侯爷，定是底下的奴才嚼舌根，让林姨娘听了闲话。林姨娘鲁莽，请侯爷不要重罚。还是你识大体，不像某些人仗着亲戚关系上房揭瓦，听信奴才几句挑拨就敢来冲撞主君。侯爷，妾身绝非无理取闹，
传话奴才言之凿凿，绝非妾身凭空捏造。主母刻意偏袒下人，打压妾身，侯爷怎能视而不见？林姨娘，府中奴才鱼龙混杂，最擅长搬弄是非，挑拨主仆矛盾。你身居高位，更该沉稳自执，辨明真假，而非一时冲动当众喧闹，失了自身体面，也乱了府中规矩。妾身甘愿受罚，只求侯爷主母姨娘息怒。林氏聚众闹事，滚回东院禁足1月，罚抄女戒100遍，不抄完不许吃饭，让你好好清醒清醒贵族的体面。苏婉清这毒妇竟然拿我当枪使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。姨娘，主母此番实在太过虚伪，明明是她暗中挑事，最后反倒落得好人名声，还害姨娘受罚禁足。给我死盯秦辉阁！温雨之见过什么人，收过什么刁子，全记下报我，看谁给他送墨水，看他把什么账单烧了。奴婢明白，这温雨之突然得势绝非偶然，必定和主母有所勾结。奴婢日夜盯守，绝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，一定帮姨娘抓到把柄，洗刷今日委屈。主母请用茶。多谢主母昨日解围，主母大恩，妾身无以为报。你不必急着谢我。昨日朝堂侯府风波未定，内宅又起纠纷，我若不出面压下林姨娘，任由她聚众闹事，丢的是整个侯府的脸面。妾身知晓昨日险些酿成大祸，连累主母费心周旋。林氏自持出身旁支，仗着几分亲缘情面，屡次僭越规矩。昨日借机生事，看似针对你，实则是想借机挑衅我长家威。原来如此，多谢主母提点。不懂内宅弯弯绕绕也属正常。昨日我帮你，只是为打压林姨娘。你以为侯爷真喜欢你？妾身愚钝，从未敢奢求侯爷垂怜。如今听得主母教诲，才懂内宅生存之道。你能看透这点，也算通透伶俐。侯爷对你默许善待，不过是看中你仗务得力，可用省心罢了。你可别忘了自己的身份。妾身明白，自身无家室依仗，无权势傍身，唯一能做的便是尽心做事，不辜负主母提辖信任。西院有水最丰，你若想安稳，把西院对牌账本交出，由我保管。只要你听话，好处绝不会少了你的。多谢主母，妾身早就知晓西院账务繁杂，利益纠葛极多，日夜惶恐不安，生怕稍有疏漏便招来祸端。你倒是有自知之明，你孤身一人把持，迟早被人反噬，落得凄惨下场。妾身不懂管家，交由主母掌管。算你识趣，只要你尽心尽力，我保你一世安稳。苏婉清，你以为夺走账本就能掌控我？你以为我是只能被你施舍骨头的狗？但我会顺着这账本，把你的血肉一点点撕咬干净。清辉阁外那丫头秋儿，这2日总在库房门口晃荡，我让人盯过，她每日辰时准点到，虚时才走。林姨娘派来盯梢的，她想知道我们每日消耗多少丝线，多少染料。这本是我伪造的亏空账，上面记着绣坊每月多报30%物料损耗，全部流向西院司库。这要是落到林姨娘手里，她会直接拿去告你私吞。就是要让她拿到，她拿了假账，才会去找侯爷告状。你想引蛇出洞，蛇已经出洞了，现在我要让它咬错人。侯爷，妾身父兄已拿下京城丝绸专供权，今后京城70%绸缎都由林家供应。林家在商界确有手腕，你想要什么？妾身只求侯爷将内院物资采购的统筹权交给妾身，妾身保证侯府每年至省下2000两开支。温姨娘，你怎么看？侯爷，妾身这里有一份供应链替代方案，林家垄断京城丝绸专供，意味着侯府今后所有绸缎采买。林姨娘想让侯府的经济命脉绑在林家一家身上。你血口喷人！我林家世代忠良，你竟敢污蔑我林家图谋不轨！够了，林姨娘，你先退下，这件事本侯自有定夺。你刚才那番话是说给林姨娘听的，还是说给本侯听的？妾身说的是实话。林家垄断丝绸，下一步就是垄断粮食、煤炭，到时候侯府的一针一线要看林家大脸色。你出身寒微，却看得比那些世家小姐都远。林氏一族在朝中盘根错节，本侯不能轻易与他们撕破脸。是妾身思虑不周，
让侯爷为难了。妾身出身寒微，不懂朝常博弈，只会算些小账。侯爷若是觉得妾身碍照，妾身愿退回清辉阁。妾身只想为侯爷分忧。你比那些只会溜须拍马的幕僚有用得多。你没有碍事，可妾身没有家世背景，在外面说不上话，连查个田庄账目都要偷偷摸摸的。偷偷摸摸？你想查什么账目？西郊田庄的账目，妾身总觉得不对劲，但庄头和地方官府沆瀣一气，妾身一个人去查，他们不会说实话。你想让本侯亲自去查？妾身斗胆，想请侯爷乔装成普通管事，与妾身一同前往，这样庄头才不会防备，妾身才能问出实话。本侯上一次穿成这样，还是20年前在军营里扮伙夫。侯爷现在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账榜管事，只要不说话，没人认得出来。你倒是胆子不小，敢让堂堂侯爷给你当跟班？妾身不敢。明日卯时后门见，别让本侯等太久。查田庄账目，他一个贱婢，懂什么田庄账目？姨娘的意思是，他哪是去查账，他是借着查账的名义，去和外头的账房先生私会。那些亏空的银子，就是这么被他倒腾出去的。那姨娘明日要不要带人去后门堵他？不仅要堵，还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扒了他的皮。我倒要看看侯爷知道自己的姨娘在后门私会野男人，还会不会护着他？奴婢这就去通知护院，让他们明日卯时在后门集合。等会儿到了后门，什么都别问，只要看到温许真和一个男人在一起，就直接冲上去把人按住。姨娘放心，小的们晓得怎么做。这是我从娘家带来的信物，等会儿若是侯爷问起来，就说我是接到密报，说有人要在后门私贩侯府财物，这才带人来拦截。姨娘，时辰差不多了，温雨真应该已经出发了。躲在门后，等我信号再冲出去。田七带来了，庄头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，他说今晚会在田庄等着。走吧，趁现在人少，早点查完早点回来。就是现在，给我抓住这对狗男女！还敢躲？老子今天非要扒了你的皮！温雨之啊，温雨之，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的本事，原来就是靠着半夜私会野男人来倒腾侯府的银子。哼，让我看看是哪家的账房先生敢勾引侯府的姨娘，今日我就替侯爷清理门户。侯爷，你说谁是野男人？侯爷饶命！是姨娘让奴婢来的，奴婢什么都不知道。林氏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林氏，你带人埋伏在后门，准备抓谁？侯爷明鉴，妾身是接到密报，说有人要在后门私贩侯府财物，这才带人来拦截。妾身不知是侯爷在此。密报？谁给你的密报？是他，是这个贱婢蛊惑主上。侯爷堂堂侯爵之尊，竟被他撺掇去做商贾之事，穿这种粗布衣裳出入市井，有辱斯文。林氏，你在监视本侯的行踪。妾身没有。褫夺林氏所有查账权，即日起禁足偏院，无令不得踏出院门一步。侯爷，你会后悔的。姨娘，侯爷这回动了真怒，您打算怎么办？那个贱婢，她早就知道侯爷会来，她设计害我。姨娘，如今您在府里说不上话了，只能仰仗老爷和大公子在外面的势力。你说什么？老爷和大公子在商会里握着京城的丝绸专供，只要他们切断侯府的商路，侯爷自然要来求你。说得对，我还没数。去，给我拿纸笔，我要写信给我父亲。林氏的父亲在商会经营多年，他若切断侯府的商路，府里的资金链会出问题。侯爷，妾身这几日梳理了府中所有闲置资产，西街的3间铺面，城外200亩旱地，还有南库房里积压了3年的陈货。这些东西能做什么？铺面可以抵押给钱庄，换取现银周转；安地可以改种棉花，卖给江南制造局；陈货可以低价清盘回笼资金。这些事你什么时候开始想的？从林姨娘说她父亲拿下丝绸专供那天开始，妾身就在想，如果有一天林家翻脸，侯府该怎么办？你比我想象的想得更远。夫人，林姨娘被禁足了，听说侯爷发了大火，
连他的茶账全都吃了。林氏那个女人沉不住气，她以为靠着娘家的势力就能在侯府横着走，她忘了这侯府姓谢，不姓林。夫人，那温姨娘呢？她这回可是立了大功，她确实有几分本事，能让侯爷穿粗布衣裳跟她出门查案，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一个粗使丫头出身的人，能在半年之内爬到姨娘的位置，还能扳倒林氏，这样的人比林氏可怕10倍。侯爷，林家那边传话过来，他们说从今日起，林家名下所有商铺停止向侯府供货，包括丝绸、茶叶、药材，全部断供。府里现有的库存还能支撑多久？回侯爷，丝绸还能撑2个月，茶叶能撑1个月，药材最多撑半个月。侯爷，妾身已经把西街3间铺面抵押给了钱庄，这是抵押文书和现银票据，3万两现银，足够补上林家断供造成的资金缺口。另外，城外那200亩旱地，妾身已经联系好了江南制造局的采办，他们愿意预付5成定金，收购明年全部的棉花收成。3天之内，你把所有事情都办好。妾身说过，妾身只会算些小账，但小账算好了也能救急。温氏于之，贤淑聪慧，持家有道，即日起敬为贵妾。妾身谢侯爷恩典。恭喜温贵妾！从今往后，府里的账你说了算。10年一度的祭祖大典定于本月28举行。按照组织，祭祀用品由内院主母负责采办，祭文由嫡长房宣读。往年都是我来操持，今年我身子乏了。林妹妹既然有心，不如你来承办祭祀采买如何？多谢姐姐抬爱，妾身一定尽心尽力，把祭典办得风光体面。按照规矩，承办采买之人需在大典当日宣读宗族祭文。此文乃先祖手书，共计3000余字，用词古奥，多含通假字与篆体写法。3000余字，篆体。苏婉清那个贱人，她故意把这个差事丢给我，就是想看我当众出丑。林姨娘，我可以帮你修复这篇祭文。你会读篆体？你一个粗使丫头出身的人，怎么可能认识这种东西？这篇祭文出自周礼春官的变体，弥天降丧出自诗经小野，意思是上天降下灾祸，乱离贸易出自尚书，指战乱导致百姓疾款。你真的能帮我把它全部译出来？我可以帮你译出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们从第1句开始，唯我列祖造基王祭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这些批注全是你一个人做的？回侯爷，妾身幼时随一位老秀才读过几年书，经史考据是那位先生的专长，妾身跟着学了皮毛。林氏，这篇祭文你若读不下来，就让温氏替你担任副祭。侯爷，祭典副祭历来由内院妾室担任，温氏刚刚进位贵妾，尚未熟悉府中礼仪规矩，恐怕难以胜任。妾室听从侯爷安排。姨娘，侯爷已经走了，温贵妾也回了清惠阁。他想抢我的位置，他以为他赢了。姨娘，您想做什么？姨娘，那是避讳字，要是写错了，会被扣上大不敬的罪名。他不是会经史考据吗？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在祭典上读出这个字。贵妾，明日就要正式演练了，您至少要把开场那段祝陶词背熟。苏姐姐，你看这里，这个字好像和原文不太一样。我记得昨天看的版本，这里不是这么写的。有人在我笑叫完之后动过这份原稿。
这是避讳字，明天要是读出来，侯爷都保不住你。我知道是谁改的，我也知道他想要什么。贵妾，已时3刻，您要入场，站到左列第3位。50正祭开始，您要跟着主祭念诵祝祷词。末时1刻，您要……苏姐姐，我不会在祭典上出风头。你说什么？侯爷已经定了您做副祭，您不出面，那就是抗命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林姨娘已经被我逼到绝路了。如果我再在祭典上抢她的风头，她会做出什么事，我不敢赌。那您打算怎么办？我会到场，会站到该站的位置，但真正念祭文的人不是我。夫人今年亲自操持陈设，每一件器物摆放的位置都和祖制严丝合缝。去年林姨娘插手的陈设被祖老挑出3处错漏，今年夫人一个人包揽，怕是存心要让林姨娘难堪。祭祖大典讲究的是规矩2字，器物摆放有定式，进退揖让有章法，一步错，步步错。有些人以为会认几个字，会算几笔账就能登堂入室，殊不知这侯府的根基从来不在那些蝇营狗脚的小聪明上。姨娘，明日就是祭典了，您真的确定那个字能瞒过去？温玉芝，你以为扳倒了我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我死，也要拉着你一起。祭祖大典正式开始，请主祭上香。温贵妾，听闻你对宗族典籍颇有研究，今日正好，我这里有一卷宗祠族规，想请你当众诵读一段。妾身遵命。见血了！祭典之上见血，这是大凶之兆。今日的仪式不能再继续了。妾身失仪，请侯爷责罚。妾身这就退下，不敢污了祭典的神圣。温贵妾受伤，不宜继续参与祭典，暂由林氏代理。您是故意的，您故意打翻了茶盏，为什么要自伤？拆穿他，侯爷只会处置他一个人，但我要的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命。今天这一摔是苏婉晨点名要我诵读，我才受伤的。你觉得侯爷会怎么想？侯爷，温贵妾脉象虚浮，气血两亏，这是长期劳宿、神思过度所致，需要静养3个月，不可再操劳服务。把手伸出来。开最好的药，缺什么直接从库房取。府里的事儿你不用管了，好好养伤。林妹妹，温贵妾受伤退场，副祭之位落到你头上了。这可是你翻身的好机会，姐姐，妾身近日身体不适，恐怕难以胜任，不如请姐姐另选他人。林妹妹，
这可是侯爷亲自点的你，你要是临阵退缩，那就是抗命。抗命的后果你应该清楚，毒或者死，你自己选。请附记宣读宗族祭文。唯我列祖赵姬亡妻。这是避讳字，你竟敢在祭文上书写圣祖讳号！不是我，是有人陷害我，是温雨欣，是他交钱的文稿。长老饶命，真的不是我，是温雨欣改了那个字。姨娘，该喝药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明明改了那个字，他应该读错的。贵妾安好。秋儿，你叫他什么？秋儿，你是他的人。姨娘，6年前您克扣月钱的时候，我爹娘差点病死，是温贵妾的母亲用绣品换了药材，救了我爹娘的命。你以为你改的那个字我不知道？你以为秋儿真的是你的人？你从一开始就在布局。温雨之，你毁了我的脸，毁了我的名声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你没机会做鬼了，侯爷已经下令，明日送你回林家，你的嫁妆全部充公。你刚才说的是真的，6年前我娘确实用绣品换了药材救了你的家人。奴婢一直记得，那年冬天我爹咳血，我娘发烧，我去找林姨娘求情，想预支1个月验金，她把我赶了出来。爹，你再撑一撑，我再去求林姨娘，她一定会借钱的。这里面是3两银子，你拿去给你爹娘抓药。温婶子，这太多了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我把攒了大半年的绣品卖了，你赶紧去东街的药铺找李大夫抓药，就说是我让你去的，他会给你便宜些。温婶子，奴婢这辈子一定报答你。那次之后，我爹娘的病好了，但温婶子因为卖绣品耽误了给林桂峰赶工的活，被扣了3个月的工分。我知道，他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件事，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。贵妾，从今往后，奴婢这条命就是您的，您让奴婢做什么，奴婢就做什么。我不要你的命，我要你活着，好好的活着。这是我娘当年救你的时候心里想的事。那次之后，我在林姨娘手下做事，我以为只要我忠心耿耿，她总会看在眼里。直到我撞见了一件事。秋儿姑娘，不该看的别看。还活着。姨娘，奴婢昨晚看到管事打死了一个仆人，就在后院柴房门口，那人还没断气就被拖走了。哦，哪个管事？是苏夫人院里的张管事。姨娘，你一定要禀报侯爷，这可是人命关天。禀报侯爷了，然后呢？
让侯爷去查苏婉清，让两家撕破脸。一个下人的命而已，死了就死了，省下来的封口费够买好几个新的。行了，出去吧，以后这种事少来烦我。从那天起我就知道了，在他们眼里，我们的命不值一碗饭钱。所以你要活着，活得比他们都久，这才是最好的报复。你父亲和你大哥的商号被官府查封了。不可能！我林家经了几十年的商号，怎么可能说封就封？税务漏洞，你父亲连续3年虚报税额，挪用商号空款，证据被人递到了户部。是你干的！我杀了你！我说你狗快于天！侯爷，救命！侯爷，是他害了我全家，他举报了我父亲的商号。他所说的是真的吗？姐只是来给他送药的。你先回去休息。林氏，你疯了！我疯了？是他疯了，他是个魔鬼，他从一开始就在布局，他连秋儿都收买了。来人，把林氏送到北山庄子去，终身幽禁，不得离开庄子半步。夫人，温贵妾求见。让她进来。妾身给夫人请安。听说林姨娘被送到北山庄子去了，温贵妾好手段，夫人过誉了。这一切都是侯爷的决断，妾身不敢居功。起来吧，坐下说话。如今林氏倒了，这内院里就剩下你我2个人了。夫人是正妻，自然是这内院的主心骨，妾身不过是替夫人跑跑腿、打打杂罢了。你倒是会说话。夫人掌管内院多年，根基深厚，妾身这点微末本事，也就是帮夫人分担一些琐事罢了。对了，夫人，妾身听说侯爷下个月要在江南举办盐商大会，届时各地盐商都会齐聚，必定需要夫人亲自坐镇主持大局。盐商大会，这事我怎么没听说？也许是侯爷还没来得及跟夫人商量，妾身也是偶然听管家提起的。夫人，您觉得温贵妾说的是真是假？盐商大会，如果真有这事，侯爷居然没跟我提，反而让那个贱婢先知道了。夫人，那您打算怎么办？他要替我分忧，那就让他分个够。盐商大会上，我会给他安排一个好差事。夫人的意思是，那些女人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，一个差错就能让她万劫不复。去，我要好好准备一份大礼，送给我们的温贵妾。这是50两银票，你去江南找一个叫瑞丰绣庄的地方，掌柜姓周，是我娘当年的故交，他会给你安排落脚处。贵妾，奴婢走了，您一个人在府里，怎么对付苏夫人？你还记得我娘的样子？记得，温婶子笑起来的时候，眼角有3道细纹，她总是弯着腰，手上全是针。我娘这辈子没做过一件坏事，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绣，绣到半夜，手指上全是针眼，眼睛熬得通红。她只是想让我们母女活下去，可她最后还是死了。苏婉清一句话克扣了我娘3个月的工钱，我娘没钱买药，咳血咳了7天，死在床上。所以我不会走，我要留下来，看着苏婉清一步步走进她自己挖的坑里。贵妾
您保重。到了江南，给我来信，用周记绸庄的名义寄。娘，你放心，他欠你的，我会一笔一笔讨回来。不对，那个字不对，我明明笑场过的，我没改过那个字，我没改过。怎么会出现在那里？醒醒，你做噩梦了。侯爷，妾身梦见祭典了。你刚才说那个字不是你改的。妾身不记得了，妾身只是做了个噩梦。可你说得很清楚，你说我没改过那个字。侯爷，那日手稿，妾身校订完后亲手封好，交给了苏姐姐。之后妾身再没碰过。祭典那天，那份手稿，除了你和林氏，还有谁碰过？妾身校订完之后，把手稿交给了苏姐姐，她说要最后核对一遍格式。不过苏姐姐应该不会，她做事一向周全。祭典前后3天，府里的物资调动记录都在这里。回侯爷，都在这里了。库房的进出记录，各院的领用单据，全部登记在册。祭典次日，苏氏从库房调走了3份商契。是，夫人说林家商号被封，那些暗谷无人打理，她代为接收，是为了防止资产流失。他接收这些商契，有没有经过本侯的批准？夫人说，这是内院事务，不必惊动侯爷。侯爷，这是本月各院的收支汇总，正院的开支比上月增加了30%，主要用于采买祭祀用具和修缮祠堂。你觉得正院的开支合理吗？妾身不敢妄议主母的用度。不过，妾身听说夫人最近接手了几家商号的暗谷，那些商号原本是林家的产业，如今归了夫人名下，每月的收益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主母手握财权，自然是侯府的福气，只是财权过于集中，万一有人从中做手脚，侯府的血脉就会被外人掐住脖子。夫人，侯爷有令。夫人，侯爷说了什么？他要褫夺我的对牌，凭什么？夫人，侯爷说你要禁足正院，不能出去。夫人，侯爷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让开！我是侯爷的正妻，你们敢拦我？
夫人来了。侯爷方才去后院处理公务，让妾身代为核对几笔账目。你坐在侯爷的位置上，替他批阅账目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贱婢出身的妾室，你配坐在那个位置上？他是我让座的，你有意见？侯爷，我是你的正妻，你让一个妾室坐在你的位置上批阅账目，这成何体统？传出去，整个侯府的脸面还要不要？体统？你在祭典上逼林氏凶毒祭文的时候，想过体统吗？你接管林家商气的时候，想过体统吗？你背着本侯调动库房物资的时候，想过体统吗？妾身是为了侯府的利益。3日后的盐商大会，温氏随行陪同，你留在正院，好好反省。他一个贱婢出身的人，懂什么盐商事务？夫人，您的手流血了。我小看他了，我一直以为他只是个会耍小聪明的贱婢，他从一开始就在布局。扳倒林姨娘不是为了争宠，是为了接近侯爷，取代我的位置。去，给我备纸笔，我要写信给我父亲。夫人，您要写信给老爷？派人连夜送去苏府，告诉我父亲，让他送一位精通经济和账目的才女入府，要最好的。夫人安好。温雨之，你真是好手段，利用我除掉林姨娘，再利用侯爷来压制我，一箭双雕。妾身不明白夫人在说什么。温雨之，你敢躲？大正律第213条，无故殴打良妾者，杖20；若致缩残，加3等顺处。夫人，妾身现在是侯爷亲封的贵妾，有朝廷诰命在身。您这一巴掌打下来，打的不是妾身的脸，是大晋律法的脸。好一张利嘴！你以为搬出律法，我就奈何不了你？妾身不敢，妾身只是提醒夫人，动手之前先想想后果。后果？我苏家屹立100年，还怕你一个贱婢？他早就准备好了，他知道我会动手，他随身带着律法条文，就等着我上钩。信送出去了吗？送出去了，加急快马，预计明日一早就能送到苏府。告诉送信的人，让父亲务必在盐商大会之前把人送来。我要让温玉之看看什么叫真正的世家地狱。侯爷，今年的关税新政，户部要求按船只吨位加征1成。我等商户船只众多，这笔开销实在吃不消。敢问侯爷可有应对之策？按吨位加征，表面上是增加税负，实则可以通过拆分船籍、分散注册来规避。民女叶婉生见过侯爷，方才所言是户部去年在江浙试行过的方案，将1艘500吨的大船拆分为5艘100吨小船，分属不同商号注册，即可规避吨位附加税。你是户部侍郎叶大人的千金？正是。民女自幼随父亲翻阅敌报公务，以在场诸位最大的3家商号为例，若采用拆分注册法，每年可节省税银约4000两，扣除拆分所需的手续费和人工成本，净节省约3200两。这位叶小姐算得真快，我府上的账房先生至少要算3天。你觉得他说的如何？算法没错，但拆分船籍需要打通户部关节，不是每家商号都有这个门路。不知叶小姐此次前来有何指教？民女不愿困守宅，民女所求是能一展胸中所学，为侯爷分忧解难。你觉得叶婉生这个人怎么样？他很聪明，比他表现出来的还要聪明。哦，怎么说？他一进场就抛出一个所有人都关心的关税问题，用最快的速度赢得了在场盐商的认可。他不是在回答问题，他是在展示自己。你这是在夸他，还是在提醒我？妾身只是在陈述事实，侯爷英明，自然有自己的判断。诸位请看，这是江南3州的田产预定图，蓝色旗帜代表官田，
红色旗帜代表思田，黄色旗帜代表商号占田。近年来，土地兼并愈演愈烈，官田不断流失，私田和商号占田逐年增加。长此以往，朝廷的赋税根基将被掏空。他这是要动大家的根基啊！侯爷，民女愿以此沙盘为局，与侯爷进行一场推演博弈。民女代表改革派，侯爷代表守成派。若民女能在3局之内找到破解土地兼并之法，还请侯爷采纳民女的方略。叶小姐有此雄心，本侯自然奉陪，请开始吧。贵妾，您不去说几句吗？这沙盘推演你也研究过。他想要的是一个舞台，我上去就是给他搭台唱戏，我不上去，这台戏就唱不完整。贵妾，您就这样把风头让给他了，侯爷还在里面看着呢。他研究的是宏观国策、土地兼并、税收改革，这些都是大事，听起来冠冕堂皇。但侯府需要的不是宏大的理论，是每一笔账目的清晰，每一条商路的畅通，每一个人的工钱按时发放。让他去争那些虚名，我守住我的阵地就行。叶小姐才学过人，本侯甚为欣赏。即日起，纳叶氏为平妻，与温氏同列。谢侯爷恩典。叶妹妹来了，这侯府可就热闹了。妹妹胸怀天下，定能为侯爷分忧解难。温贵妾，这一条关于运输损耗的条款，是不是对我们太苛刻了？如果途中遇到风浪，损失全由我们承担。这一条可以改，在运输损耗后面加上因不可抗力导致的损失，由双方按比例分担。你回去让你的账房拟一个补充协议，拿来我盖章。多谢温贵妾，您比那些只会说大话的人实在多了。温姐姐真是勤勉，一堆商家的后勤合约也要亲自过目。叶妹妹的沙盘推演，想必大获成功。侯爷对我的方案很感兴趣，土地兼并的问题，我已经提出了3套解决方案，每一套都有详实的数据支撑。那很好。不过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叶妹妹。请说。叶妹妹的方案中提到要将商号占田重新分配给佃农，请问这些佃农的户籍归属如何解决？他们脱离了商号的户籍就成了流民，流民无法纳税，无法服役。这笔账叶妹妹算过吗？宏大理论固然好听，但落地的时候每一个细节都会咬人。叶妹妹有空在这里指点江山，不如先看看这些合约里的数字对不对。从今日起，绣房实行新的绩效考出制度，每人每日需完成3尺云锦或同等工量的刺绣，完不成者按比例扣减当月月钱。3尺云锦，我家里最有2个孩子一直养活，扣了月钱可怎么活？叶妹妹，3尺云锦的标准是整个江南织造局熟练进人的日均产量，这些仆妇大多只受过基础训练，达不到这个标准。温姐姐心疼下人了，规矩就是规矩，做不到就走人。既然叶妹妹定下了规矩，那我替他们接下这个考核。若我能在10日内完成300尺云锦的产量，叶妹妹就当众收回这套规矩。你一个人10日内完成300尺云锦？叶妹妹，敢不敢签？有什么不敢的？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一个人变出300尺云锦来。10日后，我在这里等你。温姐姐可别临阵脱逃，你们的任务由我统一调配，会织锦的去织锦，会刺绣的去刺绣，会染色的去染色，每个人只做自己最擅长的一道工序。贵妾，这样分工能来得及吗？流水作业，每人专攻一道工序，织锦的只管织锦，刺绣的只管刺绣，交接环节由我统一调度。温贵妾以前也是做绣活的，她比谁都懂我们的难处。
叶夫人，总计312尺，超额完成。叶妹妹，愿赌服输，3个月俸禄，请在今日之内交到账房。好得很，温姐姐果然有手段。叶夫人，你有什么事？叶夫人，那是温贵妾的账本，您不能拿走。我现在是侯爷亲封的平妻，有权查阅府中所有账目，你有意见？怎么回事？侯爷，妾身只是来调阅一些账目，以便更好的协助温姐姐管理内务。这些账册是温氏负责的。是的，妾身想核对一下绣坊的物料消耗，确保没有浪费。把账册给我，以后要查账，先跟我说一声，不要自己动手。侯爷，妾身调阅账册是为了推行标准化管理，绣坊的物料消耗必须有据可查，每一匹布的产出和投入都要对应，这是管理学的基本常识。温姐姐凭人情做事，短期有效，长期必然滋生漏洞。温氏，你怎么说？侯爷，妾身没有异议。叶妹妹的管理方法确实先进，妾身只是有些累了。侯爷，温贵妾这是严重的枯竭之症，长期劳碌，神思过度，气血两亏，若再不休养，恐怕会损伤根本。需要休养多久？至少3个月，期间不可操劳，不可忧思，最好换个清静的院落，远离府务烦扰。你为什么不早说？妾身以为撑一撑就过去了。即日起，温氏与之拥有独立的财务审批权，府中所有超过100两的开支，需经温氏签字才可生效。侯爷，这不合适吧？温姐姐身体不适，理应静养，财务审批权应当就……温氏的审批权由她自己决定是否行使，身体不适可以休养，但权力必须在她手里。西院的清风阁已经收拾出来了，你搬过去住，那里安静，适合养病。妾身谢侯爷恩典。怎么样了？叶晚生是不是已经在府里站稳脚跟了？夫人，侯爷今日在正厅宣布，给了温贵妾独立的财务审批权。我费尽心思把叶晚生弄进府来，结果他连个审批权都没拿到。温雨之现在人在哪里？已经搬到清风阁了。侯爷下令，任何人不得打扰他静养。好一个以退为进，病假特权，独立审批，他什么都没丢，反而把权力抓得更牢了。贵妾，您知道吗？叶夫人今天想调取库房的物料名单，结果因为没有您的签字，被管事挡回去了。还有，他想在西院开设一间新的账房，需要支取200两周告费。管家说没有您的签字，1分钱都不能动。他来找过我吗？没有，他在书房发了好大一通脾气，摔了一只茶盏。他很快就会来的，到时候让他在外面等着，就说我在养病，不便见客。谁呀？是我，叶晚生，有事求见温姐姐。叶夫人，实在抱歉，温贵妾正在食药歇息，吩咐了任何人不得打扰，您改日再来吧。夫人，要不我们先回去？温雨之，你等着！西院新账房的方案我已经写好了，你拿去清风阁，让温贵妾签字。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吗？叶夫人，温贵妾的规矩是，所有审批文件必须由她本人当面核验后才能签字，不能代送。他人在清风阁养病，我怎么当面核验？他分明就是在故意卡我的方案。侯爷，温姐姐以养病为由，
拒不为妾身的方案签字。西院账房的建设已经拖延了7日，物料清单也无法调取，妾身根本无法开展工作。他身体不好，需要静养，你多等几天也无妨。你的方案如果真的紧急，可以写成书面说明，让管事转交给他，他看到自然会处理。侯爷，您这是在偏袒他。他是病人，你让着他点儿。夫人，您先歇息吧，明日再写。他算什么东西？一个贱婢出身的人，凭什么看中我的房子？审批权、病假、清风阁，他每一步都算好了。他根本不是在养病，他是在用养病当借口架空我。温雨之，你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？叶妹妹，今日各位掌柜都在，不如你为大家展示一下你最近的财务核算成果，也好让大家学习学习。诸位请看，这是我对西郊3间铺面的营收分析。通过对过去半年的数据梳理，我发现叶夫人这账好像算错了，不止一处。我刚才看到她加总的时候漏了一栏。叶妹妹，是不是哪里遇到了困难？要不要我帮忙看看？不用，我自己能算清楚。温贵妾，要不还是您来给大家讲讲吧。我们对叶夫人的算法还有些不太明白。叶氏，你在干什么？叫府医，立刻！侯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拍了一下桌子，那架子自己掉下来的。送叶夫人回房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离开院子半步。侯爷，你不能进我的族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温贵妾受了惊吓，需要静养，我先开一副安神的药。贵妾，您没事？当然没事儿。那架子落下来的时候，我用胳膊挡了一下，卸掉了大半力量。那您刚才……架子的绳索，我今天早上动过手脚，就算他不拍桌子，我也会找个机会让他掉下来。贵妾，您这是要彻底扳倒叶夫人？他进府以来一直在抢权。抢账房、抢审批、抢人事，如果再让他这样下去，不出半年，这侯府的内务就会被他和他背后的苏家完全掌控。我不能让他得逞，所以，可是侯爷会信吗？他会信的，因为他亲眼看到了。温贵妾的脉象显示心脉受损严重，可能是惊吓导致的气血逆冲，需要长期调养，短期内不能再受任何刺激。情况如何？回侯爷，温贵妾的心脉受损，需要静养。下官已经开了方子。他
刚才碰您额头的时候，手指在发抖。侯爷，老夫才为温贵妾诊脉，她的心脉确实受损严重，脉象浮而无力，时有间歇。这是长期劳心过度，加之突发惊吓所致。太医，会不会是误诊？温贵妾年纪轻轻，怎么会心脉受损这么严重？老夫行医40年，这种脉象不会看错。温贵妾若再不好好休养，恐怕会有性命之忧。贵妾，您猜怎么着？那位太医是府医的同门师兄，府医提前跟他打过招呼了。苏婉清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一定会想办法找人揭穿我。那怎么办？如果他找来更高明的郎中，那就让他找。他找的人越多，相信我心脉受损的人就越多。等到所有人都相信的时候，真相是什么就不重要了。方大人，温贵妾近日身体不适，但有些账目上的疑问，还需要您来核实。您尽管问，不必顾虑。温贵妾，请问上个月绣坊的物料支出是多少？上个月绣坊物料支出共计437两2钱。西街3间铺面的租金收入是多少？租期何时到期？续约条款是什么？押金金额是多少？其中丝线采购占比多少？染料采购占比多少？损耗率是多少？方大人，您问的这些账目，妾身都记得，但妾身现在实在有些撑不住了。侯爷，温贵妾的身体状况确实不佳，以她目前的状态，不适合再进行任何盘问。方大人，您还没有问完呢。温贵妾的账目我方才已经核验过了，她的记忆清晰，数据准确，没有任何问题。有问题的是另一件事。叶夫人此前强行调取的账册中有3份重要的商契被她保管不当，导致错过了交割期限。按照合约规定，侯府需要支付双倍违约金，共计6000两。不可能！那些商契我明明放在柜子里锁好了。事实如此，侯爷可以自行查验。经核查，叶氏在强行调取账册期间，因保管不当，导致2份皇商订单的契约原件受潮损毁，受潮导致墨迹晕染，关键条款无法辨认。皇商方面已正式发函，宣布2笔订单作废。这是契约原件的残片，铁皮柜子的锁具完好，但柜子底部有一条裂缝，雨水从裂缝渗入，浸泡了契约。侯爷，这2笔订单的总金额是多少？12000两。妾身愿意出面与皇商协商，哪怕拼了这条命，也要替侯府挽回损失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怎么去谈？妾身虽然身体不济，但脑子还清醒。那些皇商的采购负责人，妾身都打过交道，他们的喜好、忌讳、谈判风格，妾身都记得。侯府的钱不能就这么打了水漂。你进府的时候说你懂经济、懂管理、懂治国之策，我相信了你。结果呢？你来了不到2个月，绣坊差点停工，账房被你搅得一团糟，2份皇商订单作废，12000两的损失。你那些理论听起来很好，但你从来没有真正做成过一件事。叶氏晚生入府以来屡次越权行事，导致侯府重大经济损失。即日起，辍夺平妻之位，降为侍妾，禁足西院，无令不得外出。侯爷，妾身知错了，求您再给妾身一次机会。派人去户部传话，告诉叶树郎，从今日起，侯府与叶家的一切商业往来全部终止。侯爷，叶侍郎是户部要员，朝堂上的关系。朝堂上的关系，本侯自己会处理。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？你不是不懂实务，你是根本看不起实务。你觉得那些具体的账目、具体的流程、具体的人
都不值得你费心。你要的是宏大的理论，是沙盘推演，是让别人仰望你的才华。但你忘了，侯府不是你的沙盘，这里的每一两银子都是实实在在赚回来的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有血有肉的。你好自为之。侯爷，叶侍郎那边已经收到消息了，他派人传话说，希望侯爷再考虑考虑，两家联姻毕竟是互利共赢的事。告诉他不必考虑了，侯府与叶家的合作到此为止。方大人，这次多谢您出手护助。温贵妾不必谢我，我不是在帮你，我是在还债。温贵妾还记得这个吗？你今天的任务量没有达标，扣当月全部月钱。叶夫人，老奴今天身体不舒服，实在是撑不住了。他的任务，我替他做。温姐姐真是菩萨心肠，那你就替他做好了。那个老徒是我唯一的徒弟，他跟了我15年，3年前因为一场意外伤了手，不能再做精细的核查工作。我托关系把他安排到侯府绣坊做个清闲的差事。那天如果不是你出手相救，他不仅会被扣光月钱，还会被叶氏赶出侯府。他这个年纪，这个身体状况，被赶出去就是死路一条。所以你才愿意帮我。温贵妾，你救了我徒弟的命，我欠你一条命，以后有任何需要，随时开口。方大人言重了，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。温贵妾，这个世道，好人未必有好报，但你这个好人，我会让你有好报的。你来干什么？来看我的笑话？我来听听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温雨之，你以为你赢了？你不过是赢在了手段上，你的格局永远停留在后宅的柴米油盐里。你不懂经世济民的大学问，不懂治国安邦的大道理。那你告诉我，你的大学问给谁带来了好处？你的土地兼并方案让佃农失去户籍变成流民，你的绩效考核制度让老仆险些被赶出侯府，你的沙盘推演让侯府损失了12000两银子，这就是你的经世济民，这就是你的治国安邦。那是因为他们不理解，改革总是要有代价的，短期的阵痛换来的是长期的繁荣。叶夫人入府53日，期间调取账册导致2份黄商订单作废，损失12000两，另有商妾保管不当导致的违约，够了，合计损失15600两，相当于侯府绣坊半年的总收入。你的雪柏骄傲建立在这些数字之上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他好像彻底垮了。他不是垮了，他是第一次看到真实的世界。这块对牌是侯府内库的通行凭证，持有此牌可以调取内库所有物资，无需经过任何人批准。从现在起，这2样东西归你保管。侯爷，这太贵重了，妾身。
你应得的。慢慢来，针要对准光，线头要捻细，心急是穿不过去的。娘，为什么要学这个？我们不做不行吗？因为这双手是我们唯一靠得住的东西。不管别人怎么对你，只要你手里有手艺，心里就有底气。玉芝，记住娘的话，人可以穷，但不能丢了本心。本心就是你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你都不要动摇。雨之，你还好吗？我路过清风阁，看到灯还亮着。侯爷，请进。侯爷，妾身没能保护好侯府的资产，那12000两的损失，妾身也有责任。如果妾身能早点发现叶氏的漏手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你进府以来，解决了绣坊的亏空，整顿了账房的混乱，查清了田庄的账目，还挡住了林氏和叶氏的2次冲击。侯府能有今天，你功不可没。明日一早，我会在正厅宣布一件事：即日起，温氏与之晋为平妻，与苏氏同列。夫人，侯爷刚才在正厅宣布了，温贵妾不，温夫人已经正式晋升为平妻了。平妻，他终于走到了这一步。常规手段已经没用了，去，给我联系那个人。夫人，您说的是那个人？告诉他，该动手。夫人，盟约文书都准备好了，苏家那边已经确认过，只要侯爷签字，江南3大商会的粮道就会对侯府开放。走吧，去见侯爷。侯爷，夫人来了。侯爷，妾身今日带来了一份礼物。夫人安好。苏家联合江南3大商会，为侯府打通了一条全新的粮道。这是盟约文书，只要侯爷签字，江南的粮食就可以绕过中间商，直接运到侯府的仓库。3大商会，苏家什么时候和3大商会搭上线的？温妹妹，我和侯爷要商议一些正事，你若是没什么要紧事，就先退下吧。是，妾身正好要去账房核对一批账目，妾身告退。夫人，您怎么来了？苏婉清带着苏家的盟约来了，3大商会的粮道确实是侯爷现在最需要的东西。那您怎么还出来了？万一他在侯爷面前说您的坏话，他现在手里有牌，硬碰硬对我不利，让他先出招，等他出完了，我再接。去，把正院过去3个月的开销明细整理出来，每一项都要清清楚楚。条件不错，3大商会的粮道确实能解决侯府目前的燃眉之急。那侯爷的意思是？不过我注意到一个细节，盟约中规定，粮道的定价权归3大商会所有，也就是说，价格由他们定，侯府只能接受。侯爷，这是商会的惯例，他们掌握渠道，自然有定价权。但妾身可以向您保证，苏家会从中协调，确保价格公道。我再考虑考虑。
侯爷，妾身可以进来吗？进来。侯爷，妾身整理了一份正院过去3个月的开销明细，有几道支出，妾身觉得有必要向侯爷汇报。夫人为了侯府的颜面，确实花费了不少心血，只是这些开销加起来，已经超过了绣坊半年的利润。夫人，您怎么了？出去！夫人，您让我炒这些黑马，是要送给谁？送到正院去，就说是我的一点心意，给夫人补气血。夫人，您这是在刺激他。送到正院的时候，多说一句，操心过甚，容易早衰，补气血对头发好。夫人，温夫人派人来说这是给您补气血的，还说操心过甚容易早衰，对头发不好。他原话是怎么说的？他说夫人操心过甚，需要补气血，免得头发白得太快。夫人饶命，奴婢只是传话，不是奴婢说的。夫人，正院那边传来消息，夫人把她的贴身丫鬟用家法打死了。打死了？说是当着好几个下人的面打的，打完的时候人已经没气了，夫人让人把尸体拖出去，随便埋了。他疯了，一个正常人不会因为一罐黑芝麻就打死人，他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。接下来他会做出更疯狂的事，我们要做好准备。我需要一笔钱，10万两。夫人，10万两不是小数目，按照规矩，月息3分。抵押物呢？正院的地契值不值10万两？值。但夫人要知道，印子钱的规矩，逾期不还，利滚利。3个月后，这栋宅子就不再是您的了。我知道，签字吧。夫人可想清楚了，这钱一旦借出去，可没有回头路，到时候利滚利，可不是10万两能打住的。我既然坐在这里，就想清楚了，你只管签字，其他的不用你操心。夫人，正院那边有动静了。今晚有一个陌生男子进了正院，待了大约半个时辰才出来。出来后直接从小门离开了侯府。看清楚长相了吗？看清楚了，中等身材，灰布短豹，手指上有墨迹，像是钱庄的账房。钱庄的账房，深夜来访。夫人，那可是印子钱，一旦沾上，整个侯府都会被拖下水。我们要不要现在告诉侯爷？现在告诉侯爷，我们没有证据，他可以说我们是诬陷。等他把这步棋走完，走得越远，摔得越重。夫人，已经1个月了，正院内没有任何动静。夫人每天都待在院子里，连门都不出。他在等钱生钱。
可万一他真的把钱洗干净了呢？万一侯爷就此重新宠幸他，我们这1个月的等待不就白费了吗？印子钱的钱洗不干净，它带着血腥味儿。侯爷现在看不到，是因为他被那12万两晃花了眼。等他冷静下来，他会看到的。夫人，侯爷请您去正厅一趟，夫人也在。侯爷安好，夫人安好。于之，你来的正好。苏氏今日带来了一份大礼。侯爷过奖了，妾身只是动用了一些娘家的关系，为侯爷筹措了一笔周转资金，一共12万两，足够填补侯府今年的所有亏空。于之，你看看，苏氏这次可是立了大功。妾身好奇，是哪家钱庄能在短短1个月内调集这么多现银？温妹妹只管放心，来源绝对正当，是苏家在江南的老关系，你不认识的。夫人果然手段非凡，妾身佩服。温妹妹也不必妄自菲薄，你管账管得好，那是日常功夫，但这种真正能扭转乾坤的大事，还是需要一些特殊的门路。苏氏，今晚到我书房来，我们好好商议一下这批资金的用途。温妹妹，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？你太死板了，只知道抠账本算细账，那些数字能帮你解决侯府的根本困境吗？能帮你拉来3大商会的粮道吗？能帮你筹到12万两银子吗？你那些小聪明，在真正的实力面前不堪一击。夫人教训的是，夫人，他太过分了！那12万两银子还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呢，他凭什么那么嚣张？他说的没错，我确实没有能力一下子拿出12万两银子。不过有件事很有意思，那批银票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，银票上的钱庄印记不是京城任何一家正规钱庄的，印记的样式更像是南方黑市的私人钱庄。这是闽南一带黑市的印记，正规钱庄不会用这种标记。所以他那12万两银子走的不是正道。夫人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……不急，让他再高兴几天，等他把这笔钱花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再动手。库房门口有2个护檐，库房里面还有1个管事守着。夫人每晚睡前都会亲自来检查一遍锁具。那个管事是夫人的心腹，跟了他10几年，只认夫人一个人的命令。前厅的柴房离这里多远？隔着一道院墙，柴房后面堆着干草。那就让柴房走水吧。水啦！找到了。你在我的库房里做什么？把你的手拿开。今晚的事我会如实禀报侯爷。温雨之，你擅自闯入我的库房，意图窃取机密账册，你等着领罚吧。夫人误会了，妾身只是听到走水，担心库房安全。温雨之，你以为你能抓到我的把柄？做梦！夫人，就差一步，那本账册就在我手边了。那个管事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姓赵，大家都叫他赵叔，在夫人身边伺候了10几年。赵叔，他有家人吗？
去查清楚他儿子一家住在哪里，然后把他们接走，安置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温夫人，你派人传话说知道我儿子一家的下落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儿子一家现在很安全，他们在城西的一座宅子里，有人照顾。你把他们怎么了？我没有把他们怎么样，我只是把他们从夫人手里救了出来。这是他们的生气，我已经赎回来了。你想知道什么？夫人的那本账册记录的是什么？那本账册记录的是佃农的卖身契和高利贷，夫人用印子钱的方式借钱给佃农，利息高得吓人，还不上钱的就用身契抵债。温夫人，我什么都告诉你了，求你别伤害我的孙子。你放心，你儿子一家不会再有事了。苏氏，这次你立了大功，12万两银子不仅填补了亏空，还让侯府有了余力拓展新的商路。侯爷过奖了，妾身只是做了分内之事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夫人，侯爷和夫人正在里面用膳，没有传召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让开！我有10万火急的要事，必须即刻面见侯爷。如果耽误了，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侯爷，妾身有要事禀报，此事关乎侯府根基，关乎数百店民的身家性命，关乎朝廷律法。什么事？夫人苏氏以印子钱方式向佃农放贷，此等行为违反大禁律第371条关于禁止民间高利贷的明文规定，亦违反户部禁令关于人口买卖的条款。这些证据，你从哪里得？妾身从赵叔手中取得。赵叔是夫人的心腹管事，负责保管那本账册。苏氏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？这些身契是佃农自愿抵押的，妾身从未强迫过任何人。至于印子钱，妾身只是按照市面上的惯例行事，并不知道这是违法的。苏氏，你把那本账册交出来，然后这件事到此为止。是侯爷，妾身这就去取。侯爷，您知道他在做什么？他在用佃农的血肉填补侯府的窟窿。这笔钱沾着人命。我知道。那您还要保他？侯府现在需要这笔钱，没有这笔钱，盐商的货款付不出来，朝中的关系打点不了，年底的官员考评过不了，整个侯府几百口人都会跟着倒霉。我知道他做的不对，但我现在没有别的选择。妾身明白了。夫人，侯爷居然就这么算了？他明明知道夫人在做什么，他居然还保他。他说他没有选择。那我们就眼睁睁看着那些佃农继续被他吸血。不，他不做选择，我来做。去，把所有能调动的人都叫来，我要查封正院。夫人，这是越权，侯爷没有下令。我知道，但那些佃农等不及了。奉侯爷密令，清查内院安全隐患，所有人听我指挥。护院封锁所有出口，不许任何人进出。账房随我入内，逐一核查所有文书和账册。有什么疑问，事后找我。现在执行命令。账册不见了，他转移了。
把这面墙拆开。你们叫什么名字？奴婢春兰，她是秋菊。你们在这里多久了？3个月。夫人把我们关在这里，每天只给1顿饭，让我们算账，从早算到晚。算什么账？算那些地农的借贷账，还有卖身契的利息。春兰，你慢慢说。夫人让你们算的那些账，具体是什么样的？夫人用侯府的名义在外面放贷，不是普通的借贷，是印子钱，利息高的吓人。借10两，3个月后要还20两，还不上就逼他们签卖身契，还不上的，女的被卖到南方的窑子里，男的送到矿场上做工，做到死为止。去年1年，夫人经手的借贷一共有372笔，其中还上的不到100笔，剩下的都用身壳抵了。卖出去的，我算过，大概有200多人。那些账册，夫人转移到哪里去了？夫人，前天晚上让人把账册装车运走了，运到哪里，奴婢不知道。秋菊，你还好吗？夫人，她没气儿了。侯府主母苏婉清以印子钱盘剥佃农，逼良为娼，草菅人命，此为铁证。侯爷，外面怎么了？温雨之，你在干什么？侯爷，妾身在举报苏婉清以侯府名义放印子钱，逼死佃农，贩卖人口，证据在此。温雨之，你血口喷人！侯爷，妾身愿意以项上人头担保，苏婉清的罪证就埋在侯府后花园的桂花树下，侯爷只需派人去挖，便知真假。你确定？妾身确定。去，把后花园的桂花树挖开。是。侯爷，挖到了。苏轼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我没什么好说的，这些事都是我做的。你以为我想做这些？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侯府，没有这些钱，侯府早就垮了。你还能坐在这里当你的侯爷？做梦！我唯一做错的事就是没有早点弄死他。夫人错了，你唯一做错的事不是没有弄死我，
是你以为自己可以一手遮天，以为那些店民的命不算命，可他们的命也是命。你以为你是在为侯府铺路，可你铺的路是用白骨垫起来的，这条路走不远。来人，将苏氏押入柴房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接近。这些契约涉及多少人？据妾身初步统计，涉及借贷记录372笔，其中因无力偿还而被逼迁卖身契的约有200余人，被贩卖到南方和矿场的至少150人，因此丧命的已知的有17人。温氏，依你之见，此事该如何处置？按大禁律，放印子钱者杖80，流3000里；逼良为娼者斩；草菅人命者斩；数罪并罚，按律当斩。温夫人，话虽如此，可苏家毕竟与侯府联姻多年，若是闹到京兆尹，两家脸上都不好看，可否从轻发落？族老17条人命200多张卖身欠，若是从轻发落，明日朝堂上的御史就会弹劾侯爷包庇纵容，到时候就不是两家脸上好不好看问题了。苏氏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我说了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侯府，你不领情，那是你的事。即日起，苏氏婉清贬为庶人，即交京兆尹按律处置。谢清安，你以为你撇得清？那些钱你花的时候怎么不说不要？所以我也该罚。明日我会向朝廷上折自酒。温玉芝，你会后悔的。来送我最后一程。这是什么？你还记得这块帕子吗？这是温玉书的帕子。你跟温玉书是什么关系？温玉茹是我的母亲。15年前，你在侯府做管事娘子的时候，克扣了我母亲3个月的工钱。她没钱买药，咳血咳了7天，死在床上。那年我7岁，我进侯府就是为了找你。原来是你，难怪我从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不对劲。你装了这么久，从一个小丫鬟爬到平妻的位置，就是为了今天。是。好得很，温玉茹那个贱人居然生了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女儿。我母亲不是贱人，她这辈子没有做过一件亏心事。那又怎样？好人没好报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。你以为你赢了？温雨之，你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如果不是侯爷瞎了眼，如果不是方和茶使那个老东西帮你，你早就死在我手里了。大禁律第371条，放印子钱者杖80，流3000里；第402条，逼良为娼者斩；第415条，草菅人命者斩。你背律法给我听有什么用？我反正都是要死的人了。这是户部的批复，你的父亲苏远志因监管不力，纵容亲属违法放贷，已被革职查办。你的兄长苏文轩因参与印子钱业务，被流放3000里。你对我家人做了什么？我没有对他们做什么，是他们自己做的事，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你毁了我全家，温雨之，你不得好死！你放印子钱的时候，想过那些被你逼死的佃农也有家人吗？你贩卖人口的时候，想过那些被你卖掉的女孩也有父母？温雨之，你杀了我！你杀了我吧！我不会杀你，杀你脏了我的手，律法会给你应有的结局。你回来！你杀了我！你杀了我！
犯人苏氏，你可知罪？启禀大人，堂外聚集了数十人，声称要为温夫人作证。让他们进来。大人，我是来给温夫人作证的。犯人苏氏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犯人苏氏晚清，所犯数罪，证据确凿，依大敬律判处斩监后，秋后处决，其家产全部充公，用于赔偿受害佃农。退堂。经召问退堂。大人，民妇还有话要说。大人，民妇是城南张家村的张刘氏。8年前，苏婉清派人强征了我家的3亩水田，说是侯府要扩建庄子，我丈夫不肯签字，被他的手下打成重伤，3个月后就死了。那3亩水田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，我公公在世的时候说过，这块地饿死也不能买。可我丈夫死了，我一个老婆子斗不过他们。苏婉清，你还记得我吗？那年冬天，我去侯府求情，你让人把我打了出来，我的腿就是那时候瘸的。你是何人？大人，草民是张刘氏的儿子张大牛。这本文书是我父亲去世后，我收集的关于苏婉清强占田产的全部记录，包括地契变混、官府备案以及当时在场的证人名单。呈上来。犯人苏氏、张刘氏所述是否属实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反正你们都已经认定我有罪了。本官问你是否属实，你只需要回答是或不是。大人，妾身可以作证。妾在清查正院账目时，曾在苏婉莹的私账中看到过相关的记录。那3亩田的地契，至今仍在侯府库房中，标注为苏氏私产。温雨之，你……带下一批证人。王管事、李管事，你们报上姓名。草民王德发，原侯府账房副管事；草民李四喜，原侯府库房管事。你们有何话要说？大人，草民要举报苏婉清。他在任侯府主府期间，多次指使草民伪造账目，将侯府的官银挪作私用。每次挪用，他都让草民在账册上做成损耗。王德发，你血口喷人！草民有证据，草民保留了3本私账。账册现在何处？草民已经派人去取了，大约半个时辰就能送到。你呢？你有什么要说的？大人，草民负责库房，苏婉清多次让草民虚报库存，把多出来的物资偷偷运出府外卖掉，卖得的钱全部进了他的私库。草民有记账，每一笔出处草民都记了，那些记录草民藏在地板的夹层里。犯人苏氏，你还有何话说？退堂，明日再审。待最终呈堂证人。大人，妾身有一件物证要呈交公堂。呈上来。大人，这是侯府绣坊的甄别文牌。15年前，我母亲温玉茹在侯府绣坊做工时，
一直佩戴着这枚纹牌，但我母亲绣的那批云锦，至今仍存放在侯府库房中，品质上乘没有任何瑕疵。苏婉清拒绝支付工签，不是因为绣品不合格，而是因为她想吞下那笔钱。犯人苏氏，温夫人所述是否属实？本官问你，是否属实？是，我拿了那笔钱，那又怎样？一个绣娘而已，死了就死了。杀人！妾身呈堂完毕。犯人苏氏晚清所犯数罪，证据确凿，依大境律判处斩立决，3日后执行。李大，我爹这场气！从今天起，你们自由了，没有人再欠侯府任何东西。张婶儿，起来吧，地上凉。温夫人，民妇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张婶，这不是我的功劳，是你自己站出来的勇气，拿回了属于你的东西。15年没回来了，你还认得我吗？都荒废成这样了，当年这里可是侯府最热闹的地方。连灰都积了这么厚。该换新的了。这台机器是我娘用过的，这道印子是她踩出来的。梭子还在，线已经不能用了。娘，我带着你回来了。听到了，你也在。线老了，换新的。新线配老机子，试试看。该绣树了，松树吧，娘最喜欢松树。还行，没生疏。这里缺了什么？娘，如果是你，你会在这里绣什么？留白也好。有时候，
不说破才是最好的。完成了。娘，这幅绣棚叫青燕，山河清艳，天下太平。我还记得你坐在知衣前的样子。苏婉清已经伏法了，那些被他害过的人也都拿回了属于自己的东西。娘，你可以安心了。这幅画挂在这里，以后天天都能看到。这里会重新热闹起来的，我保证。明天见。这顶凤冠是当年我祖母出嫁时戴的，传到我这辈已经有5代人了。吉时到了吗？回侯爷，还有1刻钟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为大靖历23年，永宁侯谢清安聘温氏于之为妻，两姓联姻，一堂订约，同心同德，共蒙渊谱。此证。从今日起，侯府所有账目每月初1公示一次，大到千两的采购，小到1斤米的去向，全部登记在册。任何人，包括侯府的下人，都可以查阅。夫人，账目全部公开，恐怕有些不妥。有些款项涉及侯府的机密，款项单独列册，由我和侯爷共同签字才可支取，一律公开。今天叫你们来，是想说一件事。从下个月开始，侯府会成立一个仆役工会，工会的职责是协调你们和侯府之间的关系。夫人，工会是什么？我们从来没听过。工会由你们自己选举代表，代表可以直接向我反映问题，比如月钱发放是否及时，工作长度是否合理，有没有人被无故克扣。工会代表说的话，我会认真对待。夫人，您的意思是，我们可以自己选人跟您说话？夫人，第一批学员已经报满了，一共36人，最小的14岁，最大的28岁。他们学得怎么样？学得快得很，有几个姑娘才学了3天，已经能独立绣出一条手帕了。继续，不要停。